我重生回到18岁高3那年，新来的转校生校花竟然是我未来的老婆林若曦。当初林若曦对我一见钟情，死缠烂打，如今她却十分冷漠，不屑一顾。我低下头看着自己将近200斤的身材，瞬间恍然大悟。毕竟上一世我们认识的时候，我已经是个帅哥了，他会喜欢上我很正常。可是为什么我们的初遇会提前到高3？高3的我又丑又胖，学习还垫底，根本配不上白富美的她。然而就在我准备彻底放弃林若曦的时候，她却对我出手相助。只是她看向我的眼神依旧是冷若冰霜。别多想，举手之劳。现在怎么办？在线等挺急的。一觉睡醒，我竟然回到了高3的课堂上，看着黑板上那些熟悉而又陌生的化学方程式，我只能感慨，高3真的是我知识水平的巅峰。开始的时候，我以为我只是做了个关于高3的噩梦。然而，当第2天醒过来，听到我妈催我去上学的时候，我才终于意识到我是重生了。我回到了人生最灰暗的高3，我的大平层和我的白富美老婆都成为了过眼云烟。很多人都想回到学生时代，改变人生，弥补青春的遗憾。可是我却并不想。重生之前，我28岁，事业有成，生活美满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才刚和我老婆林若曦结婚1年，婚礼上我为她许下一生的诺言。如今我回到高3，那她要怎么办？那个世界的她还好吗？我疯狂在网络上搜索着关于重生和平行世界的相关信息。就在我以为那10年的人生也许是个梦的时候，林若曦竟然作为转校生来到了我的班级。班主任带着她走进教室的时候，班里顿时一片哗然。天哪，好美！不一定斩男，但一定斩女。很斩男，我已经死了，姐姐杀我！林若曦表情淡淡的站在讲台上做了个自我介绍，我甚至都没有听清楚她在说什么，因为看到她的那一刻，我的脑子里瞬间闪过了无数的画面。我和她从22岁相识便谈起了恋爱，恋爱5年后顺利步入婚姻，整整6年来，我的生活里都是她的印记。我见过她所有的表情，见证了6年来她所有的重要时刻，不论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瞬间，我们都一同度过。可是我没有见过18岁的林若曦，原来脑子里多出来的10年记忆并不是我的臆想，世界上真的有她这个人，并且顺利的话，她会在27岁和我结婚。可是明明我们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在22岁我大学毕业之后，为什么相遇的时间点会提前到高3？林若曦长得和我记忆中的她一模一样，只不过18岁的她脸上比20多岁的她多了一些婴儿肥，看起来更加可爱。同学，这个位置有人吗？她从讲台上走下来，开口打断了我的回忆。意识到她在问我，我连忙冲着她摇了摇头，这里没有人坐，你可以先坐这里。她有些疏离的冲我点了点头，脸上并没有什么多余的表情，甚至都没有多给我一个眼神。林若曦来到学校的第1天就引起了轰动，被评为了公认的校花。课间甚至还有其他班的学生到门口围观，想要见一见传说中的大美女。她的话很少，一整个上午都没有和我开口讲一句话，只有在放学的时候和我说了一声借过。上一世从相识到结婚，我还从来没有见识过林若曦对我如此冷漠的样子。毕竟当时是她对我一见钟情，并且开始对我死缠烂打，怎么现在如此高冷？我低下头，忽然看到了挺起来的肚子，随即暗道一声糟糕。现在的我足足有200斤，我是在步入大学之后才开始慢慢瘦下来，成为帅哥的。现在的我完全就是一副死肥宅的样子。林若曦对我冷漠很正常，可是明明上一世这个时候的我们并不相识。我努力搜寻着关于高3时的记忆，确定当时班级里并没有林若曦这个转校生，而且我记得林若曦和我说过她是在国外念的高中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她也是重生归来，特意来到我的高中找我？结果看到200斤的我却不敢相认。可是曾经我告诉过她，高中时的自己是个胖子，并且学习不好。林若曦说她高中时是校花，我说我高中时是笑话。当时我们坐在楼顶天台看着星空，我对她诉说着高中时的无助与痛苦。肥胖仿佛是原罪，求学路上每个胖子都要成为班级里被群嘲的对象，哪怕什么都不说，什么都不做，他们也会凭空捏造出无数嘲讽胖子的素材。胖子喘气都是错误，再加上高中时我的学习成绩垫底，老师们也都看不起我，不想在我的身上浪费时间。有时我会被班级里的小团体霸凌，我向班主任举报，他却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他们为什么不霸凌别人？我的18岁是黑暗阴郁的，是我人生最痛苦的1年。那时的林若曦听到我的诉说，满脸的心疼，她一把抱住我，有些哽咽的开口，对不起，是我来晚了。没关系，已经过去了。我扯出一个笑容安慰着她，随即又开玩笑般说道，更何况如果你认识我的时候我是个胖子的话，你也不会喜欢上我。听到我的话，林若曦凑过来亲亲我的脸颊，近乎撒娇般说道，什么样的你我都爱。可是如今她面对肥胖的我，却并不是爱我的样子。果然是女人的嘴骗人的鬼。林若曦的美太过耀眼，她选择坐在我身边，让班级里很多本来就看我不爽的人看我更加不爽了。也有人撺掇林若曦换座位，体育委员韩小新甚至造谣我身上有味道。林同学，陆允安这种胖子到了夏天身上会很臭的，而且他体积大还会挤到你。
你要不要坐在我身边？我体育生，身材嘎嘎好，力气也大，可以帮你搬东西。林若曦头都没抬，我就喜欢这里。小时候算命的说了，姓陆的旺我。你要是实在有用不完的力气，可以去隔壁工地义务搬2天砖。我心里一动，以前他追我的时候也给我说过这话，当时我不理解他为什么对我如此执着。他也是说姓陆的旺他一定要嫁给姓陆的男人。只可惜当时的林若曦面对着我的时候永远都是微笑，但是现在的他对着我一直都是冷脸。都是因为我的身材吗？我握紧拳头，暗自下定决心，我一定要努力瘦下来，变得配得上他。既然他已经不是未来那个与我共同度过6年时间的林若曦了，那么这一次换我主动，只要结局是我们在一起，过程让我怎么痛都可以。运动会前夕，体育委员韩小新开始在班里吆喝着喊大家报名。有些很难完成，类似长跑1万米的项目，没有人报名。他看向我，陆允安，你每天吃得这么胖，老神在在的坐在这里，也是时候为班级做贡献了吧？我皱了皱眉，我体重太大，跑不了步。你成绩在班里倒数，体育项目也不行。你除了吃还能干什么？他戏谑的开口，看向我的眼神满是轻蔑。就是陆允安在我们班真的是拖累，他那么胖，学习也那么差，真是活着浪费空气，死了浪费土地。怎么偏偏班里只有他姓陆，女神和他坐一起啊？其他几个看我不爽的男生也一同附和着。我握紧拳头再次拒绝，我不去。你没有权利拒绝，我是体育委员，老师说过，实在没有人报名的项目可以我来安排。如果你不去的话，就是没有集体荣誉感，是我们班里的蛀虫。韩小新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，如果真的是18岁的我，肯定会因为他的话而崩溃，并且甚至可能会答应他的要求，然后在运动会上出丑。那时候的我不懂拒绝，也不敢反抗，少年的懦弱与胆怯让我失去了反抗心理，一直都是逆来顺受。但是现在的我心里是一个28岁的成年男性，自然不会乖乖就范。我正要开口辩驳，一直没说话的林若曦却开口了，你们好吵。他站起身瞥了一眼韩小新，他不想去就不去，你这样逼迫他是你的不对，我会去找运动会的负责人还有班主任投诉你。韩小新似乎是没想过林若曦会为我说话，他脸色变得有些难看，磕磕巴巴地说道，那我说的也是实话，他的考试成绩已经拉低了班里的平均分，作为班里的一员，对班级一点贡献都没有。林若曦直接打断他的话，新学期的考试不是还没有开始考吗？没有人会停滞不前一成不变，也许这次的考试他就过了平均分呢。韩小新本来就对他有好感，听到女神这么说也不再辩驳，只是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陆允安，那我就看看这次的考试你能不能过平均分，如果过不了的话，你就去操场大喊3声你是废物。如果我比班级平均分高怎么办？你是不是要当着全校人的面和我道歉？我看着他挑了挑眉毛，好，一言为定。他点点头，一副胜券在握的表情。不过也不怪他太过自信，而是我的成绩确实一言难尽，甚至我上一世直到高考都是吊车尾，考上的学校也不尽人意，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遗憾。尤其是认识林若曦之后，她是海外名校毕业，我常常觉得自己配不上她。虽然她总是安慰我说学历并不重要，我是她的顶配绝配天仙配，可我还是会经常因为学历而自卑。这一世还有1年时间高考，我一定要把握好机会。距离本学期的期中考试还有1个月的时间，看着黑板上的距离高考还有270天的标语，我知道我要抓紧了。我没想到林若曦会在韩小新的刁难下帮助我，毕竟我们同桌了几天，她也没正儿八经的和我说过一句话，谢谢你刚才帮我。韩小新离开后，我对林若曦道谢，她头都没抬，只是淡淡的开口，举手之劳罢了，更何况你们太吵了。看着她这副冷漠的样子，我有些苦涩的扯了扯嘴角，她确实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林若曦了，我的西西从来不会对我这么冷漠，更何况现在最重要的事是学习，我没有再打扰她，反而开始定制起了自己的学习计划。其实我并不笨，上一世学习不好是因为学校与家庭导致的我的心理问题，让我陷入焦虑无心学习。当我高中毕业进入大学之后，所处环境发生变化，我的成绩立刻就提了上来，绩点是专业第一，并且顺利通过了4、6级的考试。经历了大学4年，高中英语和数学对我来说已经是小菜一碟了，只要把语文和理综成绩提升，我就可以进入一所理想的大学了。我用半个月时间把理综的知识点过了一遍，便想刷一套老师刚刚发的真题，测测目前的真实水平。我在物理最后一道选择题上纠结了很久，苦苦寻不到思路，草稿纸上密密麻麻全是关于这道题的模型图。这道题是带电粒子在电场中的加速与偏转的模型，要善于把电学问题转化为力学问题。林若曦把我的草稿纸拿过来，3两笔就画出了解题思路。我知道她学习很好，平时她刷一套题只用几10分钟，似乎没有什么题是她不会的。但是我没想到她竟然会注意到我在这道题上被困了很久，并且主动帮我解题。我呆呆地看着她，她的侧脸和上一世没有变化，温柔中透露出一丝坚毅，长长的睫毛微微颤抖，在眼睑留下一层阴影。他察觉到我的视线，脸颊竟然微微有些泛红，随即把笔一放，我刚好昨天做了这套题，看你把这个图画了好几遍了，
谢谢。我真诚地向她道谢，哪怕她不是我上一世所在世界的那个林若曦，我知道她也是个善良的女孩，毕竟她已经帮过我几次了。果然，不论什么时候，林若曦都是个善良到闪闪发光的人。不用谢，看不惯你太笨罢了。林若曦冷哼一声，转过头开始刷自己手里的题。看着她又恢复成冷漠的样子，我耸了耸肩膀。她大概还是嫌弃我的胖吧。于是，在完成学习计划的同时，我也开始了减肥。这一世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逆袭可以来得早一些。我把重油重辣的食物都换成了健康的减脂餐。大概因为把更多的心思都用了在学习上，我的脑子里一直都在飞速运转着知识点，倒也不觉得这些减脂餐难吃了。这也许就是以中有足乐者，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。林若曦是个很好的人，我不好意思找她说话，她却在每次看到我长时间卡在某道题上的时候，主动给我讲解。下次你有不会的，就直接问我。林若曦看着我，露出一个有些小骄傲的表情，毕竟这些我都会。我情不自禁勾起一个略带宠溺的微笑。好的，辛苦你了，林同学。时间过得飞快，很快就到了本学期的第一次大考期中考试。考试的第一天，我在考场外遇到韩小新，他有些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废物，你记得要遵守承诺。我耸了耸肩膀，希望你也是。经过这1个月的努力学习，我的成绩突飞猛进，虽然达不到顶尖的水平，但是考到班里的平均分还是十分轻松。期中考后恰好是11假期，我父母又像往常一样吵了起来。上一世的这一天，我妈妈发现爸爸出轨。我爸开始的时候还在努力辩解，想让我妈妈原谅他，可是我妈妈完全不接受他的道歉，一直对我爸拳打脚踢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为了你，为了这个家容易吗？你知道我有多么爱你吗？我爸皱着眉头，一副不耐烦的样子。你所谓的爱就是对我的控制吗？如果不是你逼得这么紧，我又怎么会在外面找别的女人？其实我爸早就出轨了，不然我妈也不会一直疑神疑鬼。毕竟女人的第六感在某些时候准得可怕，只不过之前都是一些蛛丝马迹，但是这次被我妈抓住了实质性的证据。你们都去死吧，你和你儿子都去死。我妈抓起桌上的东西就冲着我爸砸去，我爸闪身躲过。大概是我妈的疯癫态度让他彻底厌恶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就离婚吧。你可真是个疯子，简直不可理喻。我爸留下这句不负责任的话，便像上一世一样摔门离开了家。虽然是我爸对不起我妈，但我妈的情绪也有些太过极端。她开始因为我爸而厌恶我。上一世在我爸提出离婚后，她就把我赶出了家门。这一次不用她赶，我已经提前收拾好了东西。果不其然，没过一会，她就过来对我歇斯底里。你爸爸那样对我，你干脆也不要在家了，都给我滚！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们。她浑身颤抖，整个人都十分激动。其实我上一世便知道，我妈她不爱我。虽然她也是个可怜的女人，她也并没有做错什么，但是她对我的爱完全是因为我爸。在他们感情好的时候，她就是个温柔的妈妈。但是每次当我爸在外偷腥，被她抓住蛛丝马迹后，她不敢对我爸乱发脾气，就会把矛头对准我。我的情绪在她对我反复拉扯的态度下彻底崩溃。上一世我在高3的11假期离开了家，从此再也没有原谅过我的父母，哪怕我的婚礼还是邀请了他们，并且平时节日也会给他们带去礼物。但是在我的心底，他们早就不是可以值得我信赖的家人了。我只会对他们履行血缘上的义务，信任与爱则全部都给了林若曦。思绪回笼，我带着早已收拾好的行李离开了家。上一世我身无分文，在公园躺了一整个11假期，最后实在没有办法，我开始在公园露天唱歌求打赏。大概是胖子都很有唱歌的天赋，我的声音被很多人称为天籁。很快就有不少人为我驻足，扫描我面前的二维码付费点歌，还有一个网红 MCN 机构的经纪人要以每个月6000的价格签下我做主播。当时我对网络一窍不通，又实在没钱，只好同意签约。没想到我的声音与外形反差实在巨大，竟然在直播平台一战成名。只可惜那个经纪人和我签订的条约全部都是霸王条款，我无法得到分成，不管我赚多少钱都只能拿到6000元的基本工资，每天还要播满6个小时才能够下播。为了播满6小时，我更加无法顾及学习，最后只去了个专科。MCN 机构和我的签约时间是4年，直到大学毕业我才开始运营自己的账号，赚更多的钱。不过也正是靠着当初那每月的6000块，我没有再问我父母要过一次生活费，反而活得不错。这一次我不会再掉入陷阱，我要逆转人生，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我和上一世一样，打印了自己的二维码挂在旁边，上面写着扫码点歌。同时我打开手机在网上进行同步直播，让网友也可以送礼物点歌。很快我的旁边就围了一圈散步的人，有很多情侣纷纷扫码为对方点歌，直播间也涌进不少网友送我礼物。短短1个晚上我就赚了500块。天黑后我结束了直播，身边围观的人也都纷纷散去。然而我面前却有一个人还没走，怎么出来卖唱？很缺钱？林若曦依旧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，声音听起来毫无波澜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我心里一动，当初和他在一起后，我是给他讲过这段经历的。此时此刻的他出现在这里，有没有可能他也拥有前世的记忆？在家闲着无聊刷视频，
看到你直播就下楼凑凑热闹，看的现场版。他走过来坐到我身边，你唱歌还蛮好听的，也并不是他们说的那么一无是处嘛。意识到他是在夸我，我没出息的有些脸红，谢谢。可是听到他来到这里的理由，我却心中一沉，看来他真的不是我的西西。他打开手机扫了一下我的二维码，然后输入了一个数字，支付宝收款10万元整。语音播报响了起来，我一惊，你给我转钱干嘛？我想点歌，给我唱一首反方向的钟吧。我一时觉得喉头有些哽咽，为什么是这首？林若曦的表情依旧是淡淡的，朦胧的路灯下，她的眼神有些晦暗不清。我喜欢。那你也给的太多了吧？虽然我知道林若曦有钱，也喜欢做慈善，但是没想到她竟然会给我转这么多。看你这副好像无家可归的样子，怪可怜的。谁让我善良呢？就当我扶贫了。林若曦耸耸肩膀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记忆里的林若曦是温柔的，不管对谁都是善良的模样。可是这一世的她一直都是冷冰冰的，却又会用最臭的表情、最恶劣的言语去做帮助我的事。我看着她的眼睛唱着歌，穿梭时间的画面的钟从反方向开始移动，回到当初爱你的时空。看着面前熟悉的容颜却又陌生的人，我的眼睛有些湿润。我真的好想你，林若曦。你哭什么？她看到我的眼泪，有些好奇地问道。你相信重生吗？如果我说我是从10年后的未来重生到现在，你信吗？我盯着她的眼睛，不敢错过她任何表情。林若曦却嗤笑一声，你信不信我是秦始皇？快打钱，等我重回王位，立刻封你为护国大将军。看着我一脸无语的表情，她站起身，天黑了，我要回家睡觉了。我冲着她点点头，注意安全，要不要我送你？林若曦摇了摇头，伸了个懒腰，不用了，我家就在附近。高中生最重要的还是好好学习，先拿着我的钱活到高考。你的直播事业还是等高考结束之后再说吧，毕竟考个好学校不给自己留下遗憾比赚钱重要。我知道林若曦说的很有道理，高考只有一次，赚钱的机会却有很多。于是我也没矫情，十分干脆的收下了钱。等我有钱了就把这10万还你。林若曦已经越过了我，她头都没回，只是冲着我摆了摆手。月光下那个背影和重生前的她缓缓重合，她真的不是那个林若曦吗？我用林若曦给我的钱租好了房子，就在学校附近，方便我上下学。我又购置了一些生活用品，简单的布置了一下，就这样在这里安家了。不用兼职赚钱，这一世我可以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习。11假期很快结束，开学的第一天也公布了期中考试的成绩。我考了570分，超过班级平均分足足有50分，数学和英语更是接近满分。这下韩小新彻底懵了，毕竟他才考了560分。韩小新作为体育特长生，只要考过一本线就可以有很多名校选择，所以他一直是眼高于顶，明明成绩也就适中上游，却自诩为学霸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陆允安，你是不是作弊了？韩小新一脸的难以置信。我摇了摇头，希望你可以愿赌服输，记得自己说过的话。你能不能像个男人？林若曦抱着肩膀，一副看好戏的模样。韩小新还是对林若曦贼心不死，一往情深。听到他的话，咬了咬牙，冲我点点头，道歉就道歉。韩小新站在操场上和我道了歉，虽然他依旧不服气，但是却不敢再针对我了。毕竟现在的我成绩比他还要好。我并没有松懈，反而开始更加努力的学习。我们所在省份的一本分数线是550左右，我现在的成绩可以选择一个好一点的一本，或者垫底211。但是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去最顶尖的大学，乾坤未定，你我皆是黑马。不努力一下，怎么就知道不会成功呢？我废寝忘食的学习，体重竟然也减轻了不少。林若曦考了年级第1，超过第2名足有20分，以她的成绩完全可以去最顶尖的清大。这一世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变得配得上她点，至少也要离她近一些。没有了我父母的吵闹，我学习得更加专注。每天放学后，我都回家刷2套真题，第2天来上学的时候再向林若曦请教不会的题目。虽然林若曦对我依旧是态度冷漠，但我总觉得她对我是一种装出来的冷淡。因为有几次上课的时候，我发现她在偷偷看我，然而当我和她对上视线，她却会立刻转过头去。不过紧张的学习让我没有时间理会心中的情愫。高中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，哪怕我真的依旧很爱她，我现在能做的也只是努力学习，缩小我们分数上的差距。我的成绩稳定上升，在最后一次模拟考试的时候，我终于紧紧跟在了她的身后。我考了全校第2名，离她仅有8分之差。陆允安，没想到你还挺聪明的，竟然进步这么快。林若曦第一次对我露出了微笑，发自内心的夸奖了我。是你教得好，多亏了你。如果不是你教我解答那些大题的思路，我也不会考到这个成绩。我盯着她的眼睛，十分认真地感谢她。林若曦依旧是笑着，只是那笑容却不似从前轻呢，反而带着一丝疏离。那你可要继续加油，争取和我去同一所学校。好，我点点头，嘴角的笑容却有些苦涩。时间转瞬即逝，很快就迎来了高考。高考的前一晚，林若曦给我发了一条微信：考试加油。我放下手机，脑子里闪过的却是上一世的她。我怀念着那过去的时光，竟然就迷迷糊糊的进入了梦乡。
一夜好梦。虽然我的心理年龄如今已是29岁，但是在面对高考试卷的时候，还是不免有些紧张。就是这些题目变成了大多数人的人生道路上的分水岭。不过在我拿到卷子后，那种紧张的心态却一扫而光。入眼的都是我熟悉的题目，看到题的一瞬间，我的脑子里就跳出来了解答方法。努力从来不会辜负任何人。出成绩的那天，我们班里举行了同学聚会，林若曦不负众望的考了全市第一，我则以1分之差落后于她，考了全市第2。我们终于可以一起去清大了。我准备到了大学就开始追求她，这一次换我主动，希望这一世我们2个也可以像上一世一样幸福。然而当班主任恭喜我的时候，却有些感叹的说道：只可惜若曦准备出国，不然这一届我就带出了2个考上清大的学生。我一瞬间瞳孔地震，我看向林若曦，一脸的难以置信。为什么你要出国？班级里其他人都开始疯起来的时候，我走到林若曦身边问道。我盯着她的眼睛，声音都有些哽咽。林若曦抬头看向我，依旧是一副无所谓的表情。国内待够了，去国外看看，怎么舍不得我？你答应我要在清大等我的。我的声音有些颤抖。她又要离我远去了吗？虽然上一世的林若曦的确是在国外念的大学，但是这一世她来到了我的高中，一切都已经不一样了。她的表情冷下来，看向我的眼神透着一丝冷漠，随便和你开玩笑说的，你还当真呀？真无趣。那一刻我的心脏仿佛被凌迟，千刀万剐。我不知道要说些什么，只好拿起桌上的酒杯一饮而尽。然而林若曦却连忙把我的酒杯夺过来。你酒精过敏不要命了吗？我被她的动作搞得被呛住，我咳嗽了2声，却有些惊喜地抬起头。林若曦，你怎么知道我酒精过敏？你也是从10年后回来的对吗？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听不懂。林若曦不再管我，连忙起身就要走。我追出去拉住了林若曦的手腕。林若曦，你究竟要瞒我到什么时候？她回过头，却已是泪流满面。好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我确实是从10年后回来的，因为我要改变你的人生，让你不要再选择我。我有些颤抖地问道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喜欢我了。林若曦看着我，一脸痛苦地摇头。因为你注定会为了我，为了林若曦而死，我接受不了。林若曦一边说着，一边红了眼圈，晶莹的泪水从她的眼角缓缓滑落，而她也把她隐藏的一切都向我全盘托出。原来我所在的世界是一本小说，她是来到这个世界做任务的意识攻略者，我是属于女主林若曦的男配。她出现在我22岁那年，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攻略我和我结婚。当剧情进展到我28岁的时候，我会为了拯救林若曦而死亡，她则会遇到真正的男主幸福生。上一世她见证了我的死亡，并顺利完成了任务。然而小说的世界如果不打破剧情，就会永远循环。他知道我会不停地为来这里做任务的林若曦而死亡。他完成任务从这个世界离开后无法接受，便花费了巨额积分重新进入这个世界，来到了我高考的这一年。他知道我一直因为学历而自卑，于是他准备帮我改变人生，让我去一所好大学拥有新人生。同时他想让我恨他，这样等4年后新的攻略者来到林若曦的身体时，我便不会被他所攻略。然而他却装不下去了，在我拿起酒杯的那刻，他的本能还是让他打落了酒杯。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，我不能够改变林若曦的人生，他一定要在国外那所大学念书，然后等到22岁时身体被新的攻略者所接管。林若曦胡乱地擦着眼泪，看起来有些可怜兮兮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带着回忆重生，但是你一定要记住，我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，接下来的林若曦并不是我，你一定不要和他结婚。只要你改变了人生，这个世界就会脱离原著小说的限制，解除循环。随即他有些自嘲地看着我，你说我是不是很蠢呀？我竟然会爱上小说里的人物。但是我想对你说，陆允安，你真的很棒，和你在一起的日子很快乐。我抱住他，唤着他的名字，西西。原来这1年来，他对我所有的冷漠都是装的，直以来他都在克制自己，不让我发现他爱我。他运用了大把积分，就是为了改变我这个男配的命运。我一时间既感动又心疼。然而这时怀里的林若曦却晕了过去。10几分钟后，怀里的人悠悠转醒，然而他看向我的眼神却十分陌生。我知道，属于我的林若曦已经离开了。我的心脏仿佛被一只大手紧紧握住，闷闷的疼痛感一阵阵袭来。林若曦出了国，而我则去了清大报道。曾经我想破脑袋都没想过，原来林若曦是外来的攻略者，而我是个纸片人男配。但是重生这种事都能发生，穿书似乎也变得合理起来。我瘦了下来，成绩依然拔尖，渐渐开始有很多优秀的女孩子和我告白。但是我闭上眼，脑袋里浮现的依然是林若曦的身影。她现在正在其他世界完成攻略任务吗？可我真的好想她。1年后，班级里再一次来了一个转校生，这是从国外顶尖大学哈大过来的交换生林若曦。大家鼓掌欢迎一下林同学。讲台上的少女看向我，眼神却十分熟悉。她走过来，一如当年，我可以坐在你身边吗？我冲着她点了点头，眼眶有些湿润。系统看我回去之后，茶不思饭不想，便向主神申请，让我永远留在这个世界。我用尽了全部积分，封存了这个世界的所有数据，以后不会再有攻略者进来了。一下课，林若曦便一脸兴奋，拉着我和我解释道：“那你是不是也回不去你原本的家了？”她点点头，看向我的眸子里却充满爱意。是的，
我回不去了。可是陆允安，有你的世界才是我家。全文完。